不可否认，美国就目前而言还是排名第一的国家，同时也是军力最强的国家。哪怕近些年来外界都喜欢对一些军事强国进行排名，但不管怎么排，美国第一的位置稳如泰山。那么问题来了，相比全球军力最强的美国，为什么美国陆军的实力不如解放军陆军？中国则能够被称为陆军之王？美国著名将领麦克阿瑟曾表示，在我们所有交过手的军队中，唯独中国陆军是最强悍的。据悉，该将领曾经打败过德国和日本。确实，陆军之王的称号可不是吹出来的，是打出来。以前如此，现在亦是如此。而这就是其他国家与我国的区别所在。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是当时的苏联，个个都拥有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就如美智库所言，有一样东西他们永远没办法跟中国比，就是中国军人钢铁般顽强的意志。我们的战士在维护国家利益时，个个不怕死，比敌人狠，比敌人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每一次战争胜利都是无数英雄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如果没有他们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以及14亿中国人民幸福的生活。一个唯一打遍联合国5常并取得获胜的中国陆军之王这个称号实至名归，是所有人公认的。千年来，我国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分合合，历史上的战争数不胜数，但不管如何变化，国家永远都是中国人坚定的信仰。而这一点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从历史到现在，他们都理解不了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国家看得那么重要，甚至会把保卫国家当成自己的信仰，愿意为其牺牲性命。外国人向来崇尚人权自由，就拿疫情来说，国家让他们在家不出门，仿佛要了他们的命。同理，与外国人的想法不同，在中国人的眼里，国家是人民的避风港，或许谁都会抛弃他们，但是国家不会。先进的武器装备，强悍的军队，但是却仍无法打败中国解放军。那些主观意愿上的装备军队，都是表面的附加条件。日前，边境对峙事件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方媒体首次还原加勒万河谷对峙过程，打破了外国媒体臆测的中方伤亡人数巨大，中方首先挑起事端的言论。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在此时进行这样的举动，表明了中方坚定维护自己利益、坚决抵制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而此时印度方面的反应也十分值得关注。日前，印度陆军最高指挥官透露，在去年8月份的边境对峙中，印度军方占领了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高地。印度专家指出，占领制高点不仅在山区具有优势，而且在战术上能够为印度提供更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印度方面还透露，在印度军方占领了热扎兰山口和热钦山口附近的制高点后，印度军方只要在这里扣动扳机，中印对峙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全面战争。相关军事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印度在谎言被戳破后试图挽回自己颜面的举动。印度陆军最高将领的话语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在边境对峙中，印度占领了绝对优势，有能力击败中国，但是最终印度方面选择了克制，放弃了这一战略优势。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是，占领1-2个制高点或许能在一场战役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一旦爆发全面战争，这一制高点的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知道，在当今武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一国的军力水平以及武器先进程度是决定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那么中印双方的军力，世界也是有目共睹。据数据资料统计显示，在军事力量上，中国排名世界第3，落后于美俄，而印度排名第4。但是在军事预算方面，中国远远高出印度。在这之中，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在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国防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对外军购上。那么一个连基本的武器都不能自己的国家，如何向一个能够独立生产先进武器的国家宣战呢？再如，要想赢得战争，也必须具备良好的战争后勤能力。在印度国内，较为发达的是铁路运输，但是考虑到边境地形以及印度的基建能力，印度边境军用物资主要是依靠公路运输。与此同时，这也在战时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弊端：高海拔地区的公路交通易受自然灾害以及气候等条件影响，并且由于其运输体量的问题，难以满足战时巨大的运输需求。反观中国，素有基建狂魔之称，那么小小的战时运输又怎么会难倒中国？不难看出，印度这次想在谎言被揭穿之后展露强硬姿态，似乎也翻车了。印度网民对此也并不买账，反问：在付出这么大努力占领地处战略位置的高地后，为什么印度又主动放弃了这个战略要地呢？
近年来，巴基斯坦与印度间的摩擦一直都没有彻底停止过。此前，网络上有排名显示，印度的军队实力在亚洲排行第2，所以按照正常情况来说，他们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应该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印度军方不管是从陆军、空军还是海军上，都比巴基斯坦军方有优势，特别是海军。众所周知，印度海军拥有一艘航空母舰，所以说在实力对比上，印度方面肯定是要高于巴基斯坦海军的。但是事实证明，印度在与巴基斯坦间的冲突并没有取得优势，反而还吃了不少亏。按照通常来说，印度的航空母舰应该会对巴基斯坦方面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为什么巴基斯坦不惧怕印度海军的航空母舰呢？对此，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看法。据军事观察人士称，巴基斯坦方面之所以不惧怕印度军方航空母舰，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海军的航空母舰的战斗力令人堪忧。毕竟，印度海军现役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年事已高，很多方面都有些落后。不仅如此，前不久他们就发生了一次航空母舰舰载机坠机的事故，所以说他们的舰载机和飞行员的技术均有可能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不足。所以说，印度海军的航空母舰并不会给巴基斯坦军方带来特别大的威慑力。此外，巴基斯坦不怕印度航空母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中国给了他们底气。近年来，巴基斯坦的反航空母舰的能力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他们的这一能力的提高很大一部分离不开中国的支持。此前，我国在国际防务展览上向外界公布了我国的2款外贸中型常规潜艇，这2款中型常规潜艇分别是 S-20 和 S-26T 常规潜艇。据了解，巴基斯坦方面就向我国购买了 S-20P 新型潜艇，这款潜艇的综合性能可以说是已经位于世界前列。所以说，这款潜艇对印度海军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除此以外，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制造05-4AP 护卫舰，也能够大大增强巴基斯坦海军的实力。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向巴基斯坦出口的05-4AP 护卫舰还配备了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所以说，巴基斯坦方面完全可以不用惧怕印度海军的航空母舰。不仅如此，印度方面很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说他们也不敢轻易的使用海军对巴基斯坦进行一系列的挑衅。由此可见，巴基斯坦方面不惧怕印度海军的一部分原因，的确是因为我国给了他们底气。但是通过这一点，我们也能够看出，我国的军事实力确实非常强大。所以说，如果印度方面想要与我国军方硬碰硬的话，最后受伤的肯定是他们自己。